真正践踏台湾的就是这两咖。驱除一个亚亚能够捍卫台湾，会让台湾少一颗飞弹、少一颗子弹吗？会让军舰少一条吗？亚亚会让台湾的政治作战意识瓦解吗？两个人笑得如此的乐开怀，他再次成功完成他政治作战，前途无量，爽啊！小人得志大不幸，可悲的就是这个台湾陷入身份政治仇恨撕裂的境地。亚亚，你作为一个陆配，你来台湾就要顺应天德，对领台湾自由民主的伟大，你怎么可以去鼓吹对岸的制度？这是台湾现在很可怕的地方，赖怀之下，他以为外部环境还是他当年的外部环境，川普不鸟他嘛。但是因为正巧美国人不理他，所以呢，他更加肆无忌惮，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右边的两个叫人面兽心，李良良跟八九，他得意是亚亚送走吗？不是，他再次成功完成他一次的政治作战啊，前途无量啊，爽啊！驱除一个亚亚能够捍卫台湾，会让台湾少一颗飞弹、少一颗子弹吗？会让军舰少一条吗？会让核潜艇少一颗吗？亚亚会让台湾军舰招不到人吗？会让台湾的政治作战意识瓦解吗？小人得志大不幸，可悲的就是这个，两个人笑得如此的乐开怀啊！真正践踏台湾的就是这两咖。亚亚的老公，我想我出世在台湾，我曾经对恁的攻击甲我挡袂掉啊。所以我今仔日利用今仔日的媒体，你予我一个公平正义的声音，头前的人格毁灭，去达到让我们早一点强制驱离的目的，我感觉这真经无公平，真经无公平，所以我才会甲阮某讲，咱的这条路，听到咱的声音人足少的，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等待公平与正义对待我跟对待我的家人。我是台湾囡仔嘛，难道你也要让我走吗？我真的衷心要求内政部暂停对我太太雅雅的驱离处分，你一定要留给我们家庭，不能直接的这样子破裂。然后我也等待最后的正义能迟到，我们能够停止执行的消息赶快发生。我们在这边就是在等待这一刻而已。谢谢。我是第一次深刻的体会到一个国家机器在面对亚亚、面对我们台湾的人民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迫害。以前看亚亚的视频的时候，我并不认为他是有任何违法的。他的影片对我来说，本身住在中国大陆那边出生的人，本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甚至我们身为中华民族也会有一些想法啊。因为以前两蒋时代，他们也曾经有想过要统一这件事情，他们也有秘密去密谈，所以他的立场是他的立场。然后大概在3月12、13号，我们在亚亚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约出来跟她老公 Eddie， 然后我也找了我学长，他现在是律师，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当下就已经有人在跟踪我们。从那之后，亚亚的临终会被人家知道，所以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真的有国家机器在背后，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再来，我要提一下雅雅的小孩。你们看雅雅，她很高，身材又很瘦，其他的2周都吃不下饭，连她的小孩都是3餐几乎都没有吃，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她的小孩好像只会针对战争之类的一些影片，但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冰山一角。她的小孩子3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英文，然后他5岁的时候就能区分 DNA 跟 RNA 的区别，所以他们小孩是非常聪明。他的儿子很会弹钢琴，因为雅雅她本来寒暑假会带小孩大陆那边去探亲嘛，他额外还会再请清华大学的博士再去教导他们的小孩，所以我们看到的就一部分。然后我觉得雅雅是一个心脏非常非常强的女性，因为连我今天在记者会那边，我都觉得我自己看不住了，因为她在讲话的时候，除了身边的民团我们这些朋友护着她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叫嚣攻击她，可是她却扛下来了。然后我再讲一下法律方面的事情，移民署是用两岸关系条例大陆地区的人民去判他可能有危害台湾社会的安全之余，可是两岸关系条例的立法精神本来就是因应两岸
统一之前的立法精神，所以他用这个来去压这件事情本身是有问题的。而且高等行政法院是用2公约来驳回他这个裁定，2公约本身是约束国家之间应该要立法去禁止鼓吹武统，但台湾这边是还没有立法。他有些地方确实讲的比较过火，或者他那个背景，但是我说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他讲的话不会比很多台湾人这些日子以来自己脑补那些过火，尤其看到很多针对他的小孩讲他的家庭说怎么不带回去或怎么样子，不要留在台湾社会负担，那是什么话呢？台湾人怎么自己弄到这个样子？你放置自己的好恶那么多年，然后对很多界限一步度去踩踏，变得越来越随便，就伤害到更多的价值。这个是我这些年还有这个事件真的很糟糕的地方。其实这个事件是被挑起、被设局、被构陷去弄起来的一个事件，但是从中里面看到为什么那么容易，然后对于造假、从假结婚、挤人口到 TikTok 国际版还有 YouTube 根本就不是他弄的，而且 YouTube 我还抓到一个假的雅雅在台湾在许 C8D 那个，我去找他的影片，结果被我发现真的这个局就是人家设的，因为在那边的留言2个月前一个的留言，然后另外一个是1个月前的留言去回复那个留言，也许再来就跟台湾老公离婚，都去大陆跟老公结婚，然后把老公全家带过来，这样子享用我们台湾的健保，这不就是11、23号台湾开始造假、洗人口跟假结婚的这个？为什么在1个月前他直接写到这样？他凭空幻想、做梦梦到，还是有预知梦？包括回应说四川舰那个收复台湾根本是变造后置的，可是这些没有一个会为台湾社会有所承担反制这样子的力量，因为好恶放置自己的私心，被有权有势的那些阶层共构勾结去做的引导，已经深深的影响这个社会，变成一种危害了。真的是很让人感叹，台湾人为什么要是这样子的心胸跟态度，真的非常糟糕。然后我再讲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他为什么没有取得中华民国国籍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一家5口已经有4个人有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因为都在台湾出生。那他想要保留中国身份证的一个权利，因为他们可能在湖南那边本身就有一些方式，或是以前的一些专业的东西，需要只有那边的身份证才会比较有利，所以有些人会拿这个来去打。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我做个回应，瓜田李下，怀璧其罪。这就像是说，民进党里面的外省人为什么要表现得特别激进？民进党的外省人如果说，我们来主张台独党纲，是不是该冻结一下？你信不信这个人绝对马上被赶出民进党，而且被认为是背骨仔？能够主张冻结台独党纲的，一定要是本省派的精英，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逻辑。其实对雅雅来讲，你说不公平吗？言论自由是假的吗？这件事情上还真的是充分展现了，其实他就是再现一次王志安铁拳事件嘛。可是问题就在于，他们就是骑雅雅这个身份。雅雅，你作为一个陆配，你来台湾就要接受王化，顺应天德，你就该归领台湾自由民主的伟大。你怎么可以去鼓吹对岸的制度？你怎么可以去鼓吹两岸要是战争是对岸可能会赢？这是台湾现在很可怕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八炯他要选择用他的太鲁阁血统来做这些事情？他其实就在操作这种身份政治啊。因为他这样子他有一个保护色嘛，可是大家都看得出来他根本就不是很纯的原住民，这是台湾现在很可怕的一个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八炯攻我不倒，因为民进党比起外省人、客家人或者是原住民，民进党最喜欢的是闽南本省人。我从来不会因为我自己家是纯血闽南本省人，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好棒棒，这很可笑。可是台湾现在真的变这样，这代表台湾已经陷入一个身份政治仇恨撕裂的境地了。因为这些青鸟八炯，因为黑熊就想这样做嘛，对吧？因为黑熊早在去年就推过要监控台湾20万陆配的事情，这样对社会真的是一种很大伤害啊。我本来认为，如果雅雅的事有机会，可能就是高级台湾人，他们要知道自己被送上赌桌，身家财产还有子孙下一代掌握在人家手上，他们上来就是穷则发愤图强，达则安逸自保，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会先受害，到他们身上可能没什么大影响。如果他们没感觉到台湾受到国际秩序压力跟引导，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该为社会有所承担。
湾。那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它这个趋势就很难去做改变。那是作为社会重大中间的这些有能力、有资产、有各方面优越条件的，如果他们让社会继续这样走变化的趋势，其实他们付出的代价未来也不会真的很小。我觉得整个台湾会有一个蛮大转折，就在这个时节。对比起上一次反送中跟当时整个西方的民主社会全体在做这种反中操作，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五眼联盟都快不五眼了嘛，跨德都快演不下去了嘛，所以这个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韩国现在玩失败，菲律宾现在动荡不已，但是台湾真的这么容易成功吗？蔡英文有817。赖清德可没有817啊，青鸟也不过就是40%里面的死忠派，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整个的环境没有当时差了。天下大坏，形势大好，因为真正的天下大坏啊，不是现在，是2020年蔡英文817万大胜，2020年6月6号韩国瑜被罢免，再来到了2021年4大公投，那才是真正的黑暗岁月。跟现在相比，现在简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现在赖施公他是到处在搞事啊，他真的是走火入魔在 k 笑。他以为外部环境还是他当年的外部环境吗？但是因为正巧美国人不理他，所以呢他更加肆无忌惮，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他反而是赌错了，但是确实，如果没有更多的一般老百姓来响应、来附和这件事情，那是很困难。因为很多人说你为什么支持雅雅？其实我不是支持雅雅，我也不是替雅雅辩护啊。你可以对雅雅的言论感到不舒服，可是比例原则嘛。如果今天政府可以随便的把一个人给赶出去，那有一天换赶出去不就是你了吗？这是个新媒体的时代啊。这不是一个你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跳出来。第一个当然是要讲点公道话，第二个保护自己，第三个我不认为有这么的严重。现在移风易俗的强度、能力跟速度是远比过去还来得更快的。我们也知道雅雅事件背后所蕴藏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弹，就是你连像雅雅这样的一个言论，祖国情怀加上有很多地方他又太直了，他也没有特别的心机，我是觉得他也蛮可贵的，然后又愿意去面对那么多事，而且到最后他还是对他家庭做最大的考量嘛。说真的，台湾太不公道，没有一个兼容了解的心，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错误。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知道内情的台湾人要跳出来讲点说，今天其实是两岸认知不同嘛。其实雅雅这个事情呢，如果你把它想成婆媳关系，你就更好理解了。一个来自完全不同家庭生活背景，甚至地域文化都有一定巨大的差异，只是因为大家都说中文，那就中华文化背景这样。那当然他的认知是巨大的差异啊，在他的认知里面，祖国必须统一嘛。但问题就是因为他是陆配，他讲统一，所以他该死。因为陆配讲统一就是要红统，而红统等于武统，有没有又滑坡了？这就是民进党今天在玩的哦。我也问过雅雅，那如果中华民国统一中国，他可以吗？他说看谁有本事谁来啊。他当然会比较偏那边，可是何必呢？有什么地方一定要争吵斗争才能够做解决？也没有这样子嘛。人这也短短几十年，我们还未必看得到统一，何必去想那么多、吵那么多？顾好我们台湾自己，还有很多社会问题。其实这事情，我们台湾内部的政治形态最凶险的已经过了，我们外部的形态是更凶险。其实这是一个悖论，理论上对民进党来讲，武统风险越高，对内压制越强。但是当这个武统风险超过一个阈值的时候，民进党反而会变成反向时。其实现在不就是这个样子吗？2024年为什么民进党没有办法取得大或是惨胜？因为依赖论嘛。民进党为了这个事情开了很多会检讨，所以他们现在只是在狐假虎威、雄壮声，他背后真的是没有美国了嘛？因为川普不鸟他嘛。但是现在的状况是真实的外部战争风险在急剧升高，可是内部斗争斗垮民进党的政治成本在降低，因为已经超过阈值。阈值之前就像蔡英文，可是到了赖清德，武统的风险在升高，赖清德反而更用尽洪荒之力整国内。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现在为什么躁郁焦躁到要用8-9民进党这种杂鱼烂虾。中国崛起跟川普海啸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一个既定的国际潮流。那在这个国际潮流之下，本来对民进党就是全面性冲击嘛，民进党所有的主张都是属于 DEI 的范畴，但这些 DEI 的范畴，除了台湾民族主义或者是所谓的闽南沙湾主义之外，几乎全部都跟川普的价值背道而驰。所以在这个之下，大罢免他们是焦虑嘛。那我只能说啦，雅雅就是另外一个侯汉廷，另外一个向心夫妻。
不管认不认同雅雅的言论，但我认为，如果你作为一个正常台湾人，你应该要认同，就是雅雅的言论有没有严重到要永久或者近乎是把他的家庭拆散，然后把他给驱逐出境，让巴囧带着人去霸凌他呢？如果不需要，那你是正常人，那你应该多看看我们之前采访的。没有要帮他洗白的意思，你可以自己判夺。可是，在不了解全貌之前就这样子冲下去，我们只不过是被人家当作枪使，而且这个枪耍完，你浑身是伤，台湾破破碎碎，然后民进党继续的嚣张跋扈，继续执政，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